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期的蓝同学脑洞工坊，我是蓝胖。平时会时常开车出门的观众朋友们，是否有常常的被堵车和排队困扰过呢？在那些时候，你是否曾经幻想过有一天能够开着自己的汽车，飞过前面大排长龙的车队，直达目的地呢？那么这期咱们就来介绍一下一个听起来就非常有科幻、有未来感，但是却真实出现过的产品——飞行汽车。在很早的一部科幻电影《银翼杀手》中，作者呢曾经幻想了在21世纪这个世界上可能会出现的众多科技进步所带来的产品，而其中就包括了会飞的汽车。我还记得当时我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呢，就对这种汽车非常的着迷，幻想着有一天能够开着这种车降落在学校的操场，感觉那个场面一定是非常非常拉风的。不过那时自己心里也非常清楚，这种产品呢也其实就是科幻电影中的虚构罢了，现实生活中又怎么可能会真的有呢？然而事实上，会飞的汽车不仅真真实实的出现在这个世界上过，而且还在不断的高速发展，甚至说在不久的未来可能会彻底的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。那么我们就来介绍一下飞行汽车的历史和未来。最早的飞行汽车诞生于1917年的美国，是被一位名叫格兰·柯蒂斯的飞机设计师设计出来的。这款飞行汽车呢，采用了3翼结构，是由当时著名的福特 T 型车改装而来的。整机呢可以乘坐2名乘客和1名飞行员。它的动力系统是由一具柯蒂斯自主研发的100马力8缸发动机所驱动。这台飞行汽车呢，在1917年的2月，美国纽约所召开的飞行博览会时就正式亮相了。当时飞行员驾驶着它进行了几次较为简短的跑道跳跃，都很成功。然而很快，由于美国就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，那柯蒂斯的这个飞行汽车项目也就被迫终止了。而后在1936年时，美国商务部牵头研发了另外一款飞行汽车，取名为 AC-35。这台飞行汽车呢，与众不同的特点是它采用了和直升机一样的顶部旋翼结构，而并非传统的飞机的那种前置的螺旋桨结构。在几经测试后，这台飞行汽车终于在1936年10月时起飞上升，并且成功的降落在了华盛顿中心公园。然而由于未知原因，即使在测试成功后，美国商务部还是很快的放弃了这个项目。那么很快，在1年后的1937年，美国又有一位名叫沃特曼的飞行工程师，又成功研制出了一款名叫 Aerobel 的飞行汽车。这款飞行汽车呢，也是真正意义上实现过飞行的汽车。当时呢，试飞员驾驶着它在起飞后达到了180公里每小时的飞行速度，而在降落以后，它也成功的实现了在公路上以113公里每小时的驾驶速度飞驰。由于这款飞行汽车的内部经过精心设计，包含了一些豪华汽车一样的皮革内饰啊、行李储藏区这一类的，因此也受到了非常广泛的关注。所以截止到1957年停产时，这款飞行汽车一共售出了5台。而在20世纪的后一半50年当中，也出现了很多个人和厂商成功研制并试飞了自己的飞行汽车的例子。然而遗憾的是，并没有一款最终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。而在这些试飞成功的飞行汽车当中，最有名的就是一款名叫 Aerocar 的飞行汽车。Aerocar 呢，是在1949年时被一位名叫泰勒的飞行器工程师研制成功的。而整个研发过程呢，其实是从1946年就开始了。当时的泰勒呢，是希望能够设计出一款飞行汽车，可以真正合法的在公路上驾驶。这也就需要让这款汽车呢拥有折叠或者是可以拆卸机翼的能力，以免在公路驾驶时由于它太长的翅膀碰撞到其他的车辆或者建筑物。于是呢，在认真研究和设计之后，泰勒决定设计出一款能够快速拆卸机翼的飞行汽车。而最后成功生产出来的 Aerocar， 据了解能够由单人在仅仅5分钟之内就完成拆卸或者安装机翼的工作，而拆卸后的机翼
也只需要放在特殊设计过的这个汽车的后尾箱中带走就行，是非常的方便。此外呢，Aerocar 也有着很多现代化的设计，比如说前后可以翻折的牌照架、3速的手动变速箱，以及多种颜色的车漆。由于这些很先进的独特的设计呢，Aerocar 一推出就吸引了大批客人的关注。而 Aerocar 呢，在1956年时也终于获得了历史上第一张 CAA 对飞行汽车的认证。自此呢 ，Aerocar 就可以被公开的售卖，且可以合法上路以及飞行了。而泰勒也很快的获得了第一个500架商业订单。然而好景不长，在仅仅生产了6架之后，由于生产线和资金的问题，Aerocar 的所有生产计划都被迫关停了。而现存的最后一台 Aerocar 呢，也在2008年时完成了它最后一次飞行，之后就遗憾退役了。最后呢，在进入到21世纪以后，由于发动机技术和材料科学的大幅度进步，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研究起来轻量化、小型化的飞行汽车。而其中比较有名的，比如说是 Skycar 天空汽车、SkyCycle 天空摩托车、Flying Dune Buggy 飞行沙滩车等等，它们大多数呢都是小型由单人驾驶的飞行器。而我国的亿航科技也曾在2019年时研制成功一款名为亿航216的小型飞行汽车。就在今年的7月份，小鹏汽车的董事长何小鹏宣布将要正式发布小鹏汽车的第5代飞行器 X2， 这也是小鹏汽车在公开展示它对于飞行汽车领域坚决的发展决心。现如今呢，即使有这么多的厂商在不停的投资研发飞行汽车，然而呢，很多法律法规上的不完善还是其实制约着飞行汽车的发展。比如说像雷达、通讯、航线、交通法、噪音等等。所以说在空中交通成为现实之前呢，还是有太多的问题需要提前先解决掉。然而呢，我始终认为空中交通是一个未来必然的发展趋势。其实不难发现，目前不断发展的城市也给居民带来了更大的流动性需求，但是我们的地面交通却一直在制约着发展速度。如果有一天人类能够从地面交通发展成为空中交通，相信在流动性大大增加的同时，也会带来更大的创造力和科技发展的可能性。我们也非常的希望飞行汽车有一天能够真的飞驰在我们的头顶。好了，今天的这期节目就是这样。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的话，不要忘记点赞、转发、评论和订阅。我是蓝胖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